斯方面公开向美国摊牌，继续制裁等于宣战，打随时奉陪。关键时刻为何中国成了众矢之的？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俄罗斯军工企业巨头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对外表示，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当前对俄罗斯实施的新一轮制裁，等同于向俄罗斯发起战争。据悉，此前美国计划以俄罗斯反对派纳瓦利内中毒为由，向俄罗斯发起了新一轮制裁。在切梅佐夫看，这是一种持续的风险。说白了，西方在以无理由的方式强行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可俄罗斯可不是什么善茬。此次切梅佐夫就表示，如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等同于宣战。可见俄罗斯再一次展现出了战斗民族的精神，哪怕面对的是目前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俄罗斯方面也仍然对该国发出了警告。果然，俄罗斯敢这么说，显然也证明俄罗斯事实上已经做好了一切应对美国制裁的准备。一方面自然是在向美国彻底摊牌，告诫美国不要突破俄罗斯的底线，否则一旦把俄罗斯逼急了，俄罗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这并不令人意外，敢说敢做向来是俄罗斯一贯的作风。另一方面也是在告诉美国人，不要继续拿纳瓦利内这个人的事情继续做文章。不过话说回来，美国在这个节骨眼上想来也是不会对俄罗斯发起新一轮制裁的。在美国准备借纳瓦利内事件向俄罗斯进行新一轮制裁之际，白宫有意推迟制裁，想必也是不想惹怒俄罗斯。毕竟拜登如今迫切希望能够缓和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前不久还取消了对北溪2号项目的制裁，以向俄罗斯释放友好信号。普京和拜登的会谈在即，如果这个时候再次制裁俄罗斯，不仅会再度恶化美俄好不容易有所缓和的关系，同时很可能俄罗斯会在一怒之下更加向中国靠近。一旦中俄结盟成为事实，美国也要大难临头了。再者，如果普京因此全面弃用美元，俄罗斯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托底，美国也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对于美国来说无疑是最致命的。由此可见，现在的美国在面对强势的俄罗斯也不得不低头。俄罗斯毕竟是世界大国，加上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额非常小，双方不存在贸易依赖，该国又是一副敢说敢做，要打奉陪到底的样子，就算是美国也确实是惹不起。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怕的就是强硬的对手，而这也再次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当然不是说中国不好，而是认为如果中国也能像俄罗斯这么强硬，美国估计也就不会像现在这般肆无忌惮的在中国家门口挑衅了。俄罗斯此举也算是变相的给中国上了一课，那么我国什么时候也能借鉴一下？伊朗最大战舰起火沉没，海军排水量直接损失1/3，背后的真凶会是谁呢？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在6月2号下午，伊朗法尔斯新闻社突然发布了一段视频和照片，证实了伊朗海军舷号431的大型舰艇补给舰哈格号发生火灾沉没。据了解，哈格号上的大火实际上从6月1号晚间就已开始燃烧，当时该船正在阿曼湾训练，随后一边救火一边赶回港口，但最终大火还是没有止住。在伊朗海军的声明中，虽然哈格号已经烧毁，但该舰无人员伤亡。不过具体的失火原因仍未知。需要知道的是，此次因火灾而损毁的哈格号，它的满载排水量为33544吨，相当于3艘常规巡洋舰或者20艘驱逐舰的排水量。毫不夸张地说，这次火灾伊朗海军的排水量直接损失了差不多1/3。不过，这艘已经沉入海底的哈格号补给舰，虽然排水量庞大，但却是伊朗巴列维王朝从英国购买的一艘老船，1977年下水，1984年服役。然而，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武器禁运政策，这直接导致了这艘补给舰运到伊朗时，内部是空空如也的。外貌看上去虽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内部其实一团糟。哈格号自从服役以来很少外出，主要扮演着补给码头的角色。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目标太大，容易招致西方国家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缺少配件，说不定开到半途会抛锚。所以此次这艘伊朗最大战舰难得出航一次，却直接起火沉没的背后原因，着实令人生疑。那么背后的真凶会是谁呢？
对此，有观点认为，按照伊朗一贯的松懈状态，若说这起事件背后没有摩萨德和中情局的身影，很难让人相信。不过，这只是观点而已，并不是最终的元凶。背后到底有没有人捣鬼，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管怎样，哈克号沉没后，可以说基本废弃了伊朗海军的远洋保障能力。这一现状对正寻求建造大吨位舰船的伊朗海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且，未来伊朗想要恢复专业的远洋补给船队，除了中国厂商外，伊朗已无人能帮。西方能造补给舰的厂商不会给伊朗制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失去了建造大吨位综合补给舰的能力，就连俄海军最新的23130补给舰的首艘，都是仍由中国制造厂商提供的技术支持才得以顺利进行的。因此，中国厂商说不定会因为哈德号的沉没迎来一笔大订单。比特朗普还疯，拜登政府叫嚣制裁印度和土耳其，俄罗斯开心了。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今年的6月，对美国注定是一个不太顺心的月份。进入6月的第一天，美国就被他的好朋友印度狠狠打脸。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俄罗斯外长表示，印度确认履行向俄罗斯购买 S-100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印度大使早前亦称，首批俄 S-100会在2021年底就抵达印度。就在印度确认继续购买俄武器的前一天，土耳其政府不顾美国的要挟，直接表示土耳其方不接受美国所谓的将购买俄罗斯的 S-100换成美国爱国者的替代方案，即使美国拿不向土耳其出售最新 F-35战斗机要挟也无所谓。拜登政府被土耳其和印度可谓是狠狠打了一回脸。美国政府为此叫嚣称，如果土耳其和印度执意购买俄武器，那么美国将考虑对土耳其和印度实施制裁。美国这样叫嚣制裁土耳其和印度2个大国的行为是认真的吗？拜登政府比特朗普还疯，印度和土耳其真的不怕美国的制裁吗？首先得说的是，印度虽然比不上中国，但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在南亚也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一方霸主，经济增速也算可观，人口更是仅次于中国。印度在印度洋也是深耕多年，美国想要维持其所谓的航行自由，有时候还真需要印度的配合。况且单就为了恶心中国，美国恐怕也不会真的下手制裁印度。目前美国为了压制中国的发展，可谓是费尽心思，各种打压中国企业，在中国周边挑事，时不时就给他们一点支援，或者和他们一起军演到我国边境挑衅。前段时间中印边境闹事，甚至还造成中方的人员损失。美国对印度给中国找事的能力还是很满意的。要是真的制裁印度，印度政府转头和中国、俄罗斯搞好关系，美国政府肯定不乐意。至于土耳其，那就是国际上的一朵奇葩，向来是谁都不怕，谁都敢挑衅。前几年土耳其和俄罗斯关系不好的时候，土耳其就敢在叙利亚故意击落俄罗斯的战机，胆子不可谓不大。之前在大多数国家在伊朗问题上都选择缄默或者附和美国的时候，土耳其就已经敢跟美国唱反调，更别说是在买武器的时候和美国公开叫板。况且土美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太多的依存关系。俄罗斯外交发言人更是直接说，美国无力公平竞争，俄罗斯确实应该开心。在2天的时间里就确定2笔大订单，还顺便打脸美国。看土耳其和印度宁愿冒着被美国制裁的风险，都要购买俄国的武器，甚至不惜为此公开叫板美国。不得不说，美国的霸权的确是在逐渐走向衰落。换做以前，印度和土耳其肯定不会这样打脸美国，怎么说都会给美国一个台阶下的。